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第12季山河风物志。山河发展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，如今的流程其实已经比当初的简化了不少。现在与其说是在抽战斗技能，其实更多都是在抽属性而已，真正有用的战斗技能其实并不多。从第10季开始，每期风物志都变成了只有一个卡包可以抽，这样大家就不用再烦恼要抽哪一个卡包了。只要看到千机令能抽的，就抽下去就对了。现在需要考虑的，应该也只有本期风物志值不值得氪战令，又或者氪了战令后，又应该优先开什么风物志，或什么战斗技能好。至于不氪战令的玩家，则只需要自己做一个记录，将每期值得抽取属性的卡包记下，这样以后想抽属性时，就知道什么卡包可以优先抽取。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吧。由于接下来每一季都只会出一个卡包，2个战斗技能，所以必定会有一个建筑不会有新的内容。这样的好处是风物志的坑不会再无限扩大，每季2个卡包的体积，不是超级大氪的玩家根本都无法抽满。这一季兵器库将不会有新的战斗技能和风物志。藏宝阁新增的战斗技能是翠羽明当，这是一个和千军万马优点类似的技能，它们都能额外造成最大生命值的伤害。翠羽明当的技能效果是，我方人一武将造成普攻或怒攻伤害命中3个单位及以上时，最终暴击率提升 20%。暴击时额外附带自身最大生命值 15% 的真实伤害。这个战斗技能对攻击一排的武将也有用，但最适配的还是能攻击全体的武将。因为攻击一排的武将，只要一排中的其中一个武将挂掉，效果就会无法生效。SP 吕布无疑又是技能的最大受益者，因为他的普攻和怒攻都可以打全体，输出频率很高，而且暴击率也很高。要打出暴击，激活技能的真伤效果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已。普攻打全体，而且也能暴击的姜维当然也可以用，只是他已经出不了场。技能必须要有5星才有使用的价值，考虑到培养难度太高， SP 吕布也很快就要被淘汰，所以平民们无需特意为 SP 吕布去练这个战斗技能。辅助武将其实也是技能的受惠者之一，因为辅助武将一般都是攻击全体的，只要他们有能力暴击，就可以吃到技能效果。SP 刘备就是其中一个怒攻频率高，又能暴击的辅助武将，能很好的激活技能的真伤效果。一些一排输出又能暴击的武将，比如命魂孙尚香，也是受益者之一。不过翠羽明当最大的问题是 15%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，在目前格挡率满天飞的环境里，其实是不太够用的。除非双方在生命属性上有一段差距，否则这个真伤很容易就会被格挡掉。所以无需特意去追求这个战斗技能，只需把它当成是一个备用的，用来打没有格挡队伍的战斗技能就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翠羽明当底下的3个风物志。第一个是百夷蛟，官方又有新花样玩了。这次风物志会按武将职业来分别对4个职业提升不同程度的最终增减伤。增减伤会分成3档，分别是提升和降低 1.5%、4% 和 6%。百夷蛟会提升对敌方辅助和防御武将造成的伤害 1.5%， 降低我方辅助和防御武将受到的伤害 1.5%。对突击职业的增减伤是 4%， 最高的是对攻击职业的增减伤 6%。第2个风物志曲游春也是这个套路，提升的是对攻击型武将的增减伤 4% 和对防御型武将的增减伤 6%。对突击型和辅助型武将的增减伤都是 1.5%。类似此类的增减伤，当然是优先拿主输出的武将类型最好。首选是攻击型武将，现版本的大 C 比如 SP 张辽、SP 吕布、关银平都是攻击型武将。未来还有 SP 关羽、SP 陆逊也是攻击型武将。至于突击型武将，现版本就有命魂马超和命魂孙尚香，未来还有个 SP 诸葛亮。续攻击型和突击型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防御型武将了。
毕竟游戏中还是有以防御型武将为主的盾队存在的，而以辅助型武将为主的脏水队却早已消失了。所以攻防一体的防御型武将还是会大于辅助型武将的。防御型武将现版本能输出的就有 SP 孙策、SP 张飞，未来还有 SP 司马懿和命魂孙权。辅助型武将真正能输出的就比较少了，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要，只是优先程度没有其他3种职业高。因此，能增加攻击型和突击型属性最多的百夷蛟，就是此类型风物质里面最好的一个。第3个风物质诗瑞莲，增加的是普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，各 3.5%， 怒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，各 2.5%。虽然不分职业，但因为增加的属性百分比比较少，所以还是没有前面2种的针对性强。因此，风物质的优先顺序为百夷蛟、曲游春，最后才是诗瑞莲。第2个战斗技能是藏书楼的口口相传，技能效果是前2回合内，我方任意武将受到怒攻或龙魂技伤害时，攻击方没有一个减役状态，则临时提升我方该武将 1% 无视防御抗性及 1% 最终抗爆率，最多提升 24%。这是个减伤类的战斗技能，但因为过于被动，所以作用不大。口口相传底下的3个风物质，第1个是夸父逐日，增加的属性也是前面提过的4个职业的最终增减伤。夸父逐日提升最多的是辅助型武将 6%， 其次是防御型武将 4%， 最重要的突击型和攻击型武将都只有 1.5%， 所以是此类型风物质里最差的一个。第2个风物质是盘古开天，提升最多的是突击型武将 6%， 其次是辅助型武将 4%， 最少的是防御型和攻击型武将。第3个风物质精卫填海和诗瑞莲一样，提升的都是普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 3.5%， 怒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 2.5%。这2个战斗技能底下的属性布局几乎是一样的，按重要性排序为盘古开天、夸父逐日，最后是精卫填海。最后来给第12季山河风物质来做个总结。由于这一季的战斗技能并没有很重要，所以本季山河还是以拿属性为主。当中属性最好的就是百夷蛟，推荐拉满5星。其次是曲游春和盘古开天都很值得拉满5星。其他的风物质属性其实也都是很好的后期属性。所以第12季的卡包长黎明霄，整体来说是一包很值得抽取的属性卡包。至于要不要氪战令来换取，就看个人了，属性是值得的，只是因为不需要战斗技能，所以急迫性也就没有那么大。当每一季只有1个卡包后，战斗技能的养成难度会比以往更加容易。因为现在只需要抽1个卡包就可以凑齐2个战斗技能，不像以往要培养1个战斗技能，还得分开去抽2个卡包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